近日，菲律宾多次在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进行挑衅，强闯仙宾礁附近海域，企图向在仙宾礁西湖长时间滞留的非海警船实施补给。对此，国防部29号回应称，中方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但忍耐也是有限度的。菲方应立即采取行动，从仙宾礁撤船撤人。而中方30号首次发布的仙宾礁珊瑚礁生态系统调查报告也显示，非海警船非法滞留仙宾礁，已对周围自然环境产生一定不利影响。8月30号，由自然资源部下属多家科研院所完成的仙宾礁珊瑚礁生态系统调查报告正式公开发布。该报告结合历史数据分析，采用卫星遥感和现场调查方式，对仙宾礁珊瑚礁生态系统状况进行了调查评估，对沙洲的形成及其影响珊瑚礁生态系统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至于菲律宾炮制的所谓中国在仙宾礁人工堆积珊瑚碎屑，导致该区域珊瑚大量白化死亡等言论，毫无科学和事实依据。此外，菲律宾海警9701舰自今年4月以来非法滞留仙宾礁至今，在本次调查作业期间，5月7号至5月19号，我调查编队全程遭遇菲方监视干扰。中国海警在现场提供了全面的支援保障，多次派出快艇前出反制。受到波浪还有海流等作用影响呢，船锚还有锚链会对周边的礁体造成持续的破坏。他们也多次频繁地派出小艇在周边的礁盘上活动。我们在现场也发现了，在这个9701周边的海域，菲律宾标志的垃圾。目前，仙宾礁已成为南海局势的新热点。中国早在1987年就在仙宾礁设立考察标志，并在之后建造了高脚屋。但在1995年，菲方摧毁了这些标记。随后开启了一系列侵权活动，一直延续至今。仙宾礁的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位于仁爱礁和巴拉望岛之间，距离菲律宾主岛较近。占领仙宾礁能够使菲律宾将仙宾礁变成一个重要的军事前哨。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方面对西方对我们的这种指责、非难去进行反驳，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体现出来我们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我们始终是基于环境保护啊，当然同时在维护国家主权、权益、领土完整，我们其实双管齐下。近期，菲方频繁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等强闯仁爱礁、仙宾礁附近海域，一再挑衅滋事。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船只采取管控措施，菲方借机挑衅的企图一次次以失败告终。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29号表示，8月28号，菲律宾一架 H145型直升机向非法滞留中国仙宾礁的非海警9701号船空投物资，中方全程跟监，依规处置。菲方冒险行径，极易造成海空不测事件。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29号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也就南海局势进行了多次回应。吴谦说，8月19号以来，菲多次派海警船企图冲闯仙宾礁，以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执法船，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现场操作专业规范。中方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但忍耐也是有限度的。菲方应立即采取行动，从仙宾礁撤船撤人，恢复该礁无人无设施状态。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有力措施，维护自身领土和海洋权益。有分析认为，中国国防部此次传递的信号清晰坚定，菲方必须读懂这种信号背后的意思，到了应立即采取行动，从仙宾礁撤船撤人的时候。应该说是对像美国也好，包括尤其是菲律宾发出了一个严正的警告，这些一个明确的一个政策信号，也就是说我们不会轻任菲律宾当局在南海肆意妄为，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权益的完整。同时呢，也会在警告菲律宾背后的美国或者其他一些域外国家，在南海要谨言慎行，不要不断的这种煽风点火，试图浑水摸鱼。中国我们有足够强大的这个海军力量，包括还有解放军有足够强的能力去应对任何在南海发生的，在我们自己家门口发生的一些动乱或者是摩擦。
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海警发言人塔里拉27号承认多次补给行动失败，停泊在仙宾礁的菲律宾海警9701舰现在供应不足，已经到了临界水平。而美方却在此时向菲方再次释放错误信号。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27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声称，美国舰艇可以护送在南海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舰艇，并称这是完全合理的选择。不过，他没有透露可能执行这项任务的细节。感受到有人撑腰，非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称，当菲律宾无法独立应对中国时，不仅会寻求与美国合作，还要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菲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也声称要扩大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内容的解释范围。自菲律宾现任总统马克思上台执政以来，自认为能靠美国在其背后撑腰，而频繁在南海挑衅生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29号就强调，美方是搅动南海局势的最大黑手，也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美方妄图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吓唬中方，完全是徒劳的，只会激起中国人民的更大义愤和斗志。有美国舆论就认为，被拖入另一场全球冲突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尤其是在美国总统选举前夕，而且华盛顿的注意力已经被俄乌冲突和新一轮巴以冲突占据。我相信，对于美方而言的话，在南海岛礁的问题上去帮着菲律宾下场，跟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这点这是绝对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和这个或者说战略的盘算的。他只不过呢是想利用菲律宾，利用南海问题，在南海再去搅局，然后对中国形成这种牵制或者是制衡。值得警惕的是，美军搅局南海。今年4月，美军首次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部署陆基中程导弹发射系统低风系统。在中方的施压之下，菲律宾武装部队7月表示，在非部署的低风系统将于9月甚至更早时间运走。但近期菲方说法又出现反复。菲律宾外长马纳罗7月底辩称，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岛是为了增强非自身防御能力，而非任何进攻目的，不会导致军备竞赛。菲律宾政府2名高级安全官员29号又表示，希望用中程导弹和先进的战斗机来升级其军队，其中包括购买40架战斗机。就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岛一事，中国外交部30号最新回应指出，中方已多次表达明确的反对立场。菲方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美方的真实目的，回应地区国家的共同关切，不要牺牲自身的安全利益，为美国火中取栗，按此前的公开承诺，尽快地撤走中岛系统。近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动作愈加频繁，特别是美方以演习为名，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的举动，引起了区域内外的深切担忧。这一举动不仅标志着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进一步强化，更凸显其挑起地缘对抗的意图。我们看到呢，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好不容易短暂沉寂之后的中非南海主权之争又再起波澜。您对此作何解读？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对于中非南海主权之争的态势，我曾经做过几个基本的判断。第一个是，在今年春节期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向中国的黄岩岛主权发起挑衅的时候，我曾经说过，2024年中国周边形势最为危险的地方不在东海，也不在台海，而是在南海。今年中方要做好中非南海主权之争走向升级，甚至是走向冲突的准备。所以我们看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中方保持了最大的克制，不计前嫌跟菲方展开了和谈，但是菲律宾觊觎中国南海主权之心不会死，美国利用菲律宾来搞乱南海局势的心也不会死。第二，中菲之间的所有主权争议都发生在中国实际控制的南海岛礁上，而不是发生在菲律宾从中国身上侵占的岛礁上。这也就不仅再度证明了菲律宾才是亲门踏户的侵略者与挑衅方，中方是被动防守的一方，同时也再度证明了菲律宾是在以小欺大。而菲律宾之所以屡屡敢于以小欺大，除了美国在背后撑腰打气，与三阴风点鬼火之外，更为关键的是，菲方从来就没有因为他的非理性行为而得到过应有的教训。那对于中国国防部就菲律宾在仙宾礁上的非法坐滩行为所做的强硬表态，您又作何解读？
我认为中国国防部与海警局的表态不仅空前强硬，而且信息量巨大。国防部新发言人吴谦说，菲方妄图实现在鲜滨礁上的长期存在，打开了恶化南海局势的潘多拉魔盒。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接下来的南海局势有可能会陡然恶化，无论是什么最坏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对此，外界尤其是菲律宾以及背后的靠山，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吴谦说，菲方应立即采取行动，从鲜滨礁撤船撤人，恢复该礁无人无设施状态。我认为这句话是命令式的，不是在跟菲律宾商量。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理解为最后的通牒。吴谦说，美方是搅动南海局势的最大黑手，也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美方妄图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吓唬中方，完全是徒劳的。我认为在这一表态中，中方不仅给美方的行为定了性，而且直接指出了美方是纸老虎。你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吓唬中方，完全就是在虚张声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吴谦还说了另外一句话：中方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但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我认为中方说忍耐是有限度的，这背后真正的潜台词其实就是菲律宾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行为已经触及甚至越过了中方所能容忍的底线。假如菲方还不悬崖勒马，接下来就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了。而且最后让我再次提醒大家，中方如此强硬的表态并不是外交部做出的，而是国防部，也就是中国的军方做出的。这背后意味着什么？我想菲律宾和美国都应该清楚。